夜深了，你终于忙完今天所有的事了。你关掉电脑，关掉手机，关上灯，躺下来。白天那些嘈杂的声音渐渐消失了，办公室里那些催促的邮件，微信里那些未回的消息，饭桌上那些你来我往的寒暄，都安静下来了。可是你发现了吗？有一些声音没有消失，在说话。他在说你还不够好，他在说你今天的表现是不是又让谁失望了，他在说你为什么不能再努力一点，他还在说如果你当初做了另一个选择，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这个声音是不是很熟悉？他跟了你多久了？你已经记不清了，你只知道他一直都在，他像背景音乐一样，每一晚都准时响起。你明明已经很累了，可是你还在复盘。妈妈今天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是不是藏着失望？你明明已经做完了所有能做的事，可是你还在想，是不是还有哪一步做得不够周全？你明明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收入，自己的选择权，可是当你站在家人的目光里，你还是会不自觉地退回去，退回到那个小心翼翼的孩子的位置上。你明明不想答应那件事，可是你说好吧。你明明心里很难过，可是你笑了笑说没事。你明明很想被人好好爱一次，可是你总觉得自己好像不太配。你明明在所有人面前都活得很好，很体面，很懂事，很优秀，可是只有你自己知道，关上门的那一刻，你心里有多空。那种空不是孤独，那种空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就像一座常年不见太阳的房子，你住习惯了，甚至不觉得黑，你只是有一点点冷。这些场景，如果你觉得熟悉，如果在某个瞬间你的眼眶有一点发热，如果那个躲在门后的自己忽然被你看见了，那么我想对你说，今晚的节目就是为你准备的。你辛苦了，你真的辛苦了。今晚在静夜书画，我们要一起读一本书，书名叫做《自己的光》，作者是默多先生，本名邱立飞。他在书里写了很多故事，关于那些深陷原生家庭阴影的人，关于那些背负着窒息期望的人，关于那些从来不敢停下来喘口气的人。这本书没有任何高高在上的道理，它更像一位懂心理学的老朋友，在一个安静的夜晚，端着一杯热茶，轻轻坐在你身边，对你说，我知道你很难，我也知道你已经撑了太久。我想先说清楚一件事，这本书要做的不是教你如何变得更优秀，不是教你如何证明自己，不是教你如何让父母满意，他要陪你做的事从头到尾只有一件，那就是重新学会爱自己。这本书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比喻，我想讲给你听。他说，很多人的心里住着一座潮湿的房子，这座房子可能来自童年。你很小的时候，也许家里就是这样，空气是沉的，温度是低的，你说话要轻轻的，你哭不敢出声，你走路要踮着脚尖，你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阳光，你只能在那种潮湿里一天一天长大。你不知道的是，你不是生来就属于那片潮湿的，你只是被放在那里了。你习惯了，你甚至以为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可是不是的，真的不是的。这世上确实有一片天是可以晴朗的，确实有一种生活是可以不用那么用力的，确实有一种被爱是不需要你先证明自己配的，只是你还没有学会为自己打开那扇窗。默多先生在书里有一句话特别戳心，他说，你不是不够好，你只是太习惯躲在角落里了。他还说，那些你以为的性格缺陷，
那些让你讨厌自己的特质，其实是你当年为了活下来学会的本事。听到这句话，你是不是心里咯噔了一下？别急，我们今晚有的是时间，我们不急着找方法，我们要先停下来，我们要先看一眼，我们要看看你身上那些让你喘不过气的东西，那些让你疲惫的特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总是讨好？你为什么总是敏感？你为什么总是不敢拒绝？你为什么总是害怕冲突？你为什么总要把所有人的情绪都接过来背在自己身上？你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你可能会说，我天生就是这样的性格，我是高敏感的人，我就是爱想太多。可是我想请你再往深一点想，想一想，这些特质是你生下来就有的吗？还是他们是被训练出来的？把时间往回拨一点，拨到你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候你还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那时候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活下来，活得舒服一点，活得安全一点，活得不那么疼一点。如果那时候你家里的气氛总是阴晴不定的，如果那时候爸爸妈妈的心情像天气一样难以预测，如果那时候你必须做一点什么才能换来一个笑脸，一句夸奖，一个温柔的拥抱，如果那时候你不做那件事，就会有一张冷脸，一阵沉默，或者一声叹息，狠狠砸在你心上，那么你猜你会怎么办？你会拼命地观察，你会敏锐地捕捉，你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别人身上，你会记住妈妈皱眉的时候最好别再说话了，你会记住爸爸摔门的时候最好躲远一点，你会记住只有考了第1名，那顿饭才是轻松愉快的，你会记住只有懂事，只有不添麻烦，只有做一个乖巧的孩子才能换来片刻的安宁。你学会了很多，你学会了察言观色，你学会了压抑自己，你学会了报喜不报忧，你学会了先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再忘记自己的存在，你学会了一个人扛，你学会了不需要别人哄，你学会了在最难过的时候咬咬牙对自己说，没事，我能行。这些本事帮你撑过了那段日子，他们是你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策略，他们真的保护过你，他们让你在那个不够安全的环境里活了下来。所以我不允许你说，这是我的缺点，这是我的毛病，我怎么这么没用？不是的，那不是缺陷，那是你的心在很小的时候为你找到的一条活路，那是你的生存智慧。可是孩子，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他们在保护你的同时，也在你心里种下了一个念头，那个念头就是你本身是不够的，你必须做点什么才配被爱，你必须成为什么才配拥有幸福，你必须足够好，好到无懈可击，才配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个念头就是那座潮湿房子里的霉菌，它一点一点吞噬着你的自我价值感，它让你在外面越优秀，越成功，越证明自己，越觉得自己空虚，因为你在用外在的成就填补内在那个巨大的空洞。可是那个洞不是成就填得满的，那个洞叫被接纳，叫无条件的爱，叫哪怕你什么都不做，我也爱你。这个爱你没有好好得到过，所以你现在拼命地向每一个人索取，向老板索取代价，向伴侣索取陪伴，向朋友索取认可，向父母索取那句迟到了很久的我为你骄傲。你像一个干渴了很久的人，在沙漠里看到每一片海市蜃楼都拼命跑过去，可是到了之后发现还是沙，于是你更渴，于是你更累，于是你更怀疑自己。我想说的是，这一切不是你一个人的错，这不是你性格不好，
这不是你不够坚强，这不是你做，这是你的心在用一种很笨的方式想要保护你，只是这个方式已经过期了。很多人在听到这里的时候会哭，那个哭不是悲伤，那是委屈被看见之后，心里那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松了。好像有一个人终于对你说，不是你不好，是你太难了。我想让你知道，当我们回头看过去，是带着爱的，不是为了追究谁的责任，不是为了对任何人说你欠我的，不是为了把自己定在受害者的位置上，一辈子不出来。我们回头看，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拿回属于你自己的那把刀。你说什么刀？那把插在你心里的刀。那把刀当年可能是别人递过来的，可能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次冷漠，一场争吵。但是后来我们长大了，那把刀还在，它一直没有被拔出来。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你可以拔掉它，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时不时自己转一转它。我们在脑海里回放那些瞬间，我们在深夜复习那些语录，我们每一次遇到相似的情境就自动触发那种感觉，那个声音就会跳出来，说你不行，说你不配，说你不够好。这把刀是我们的心学会去握的，它一开始不是我们的，但握久了它就成了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下意识地用它来惩罚自己。所以今天我想邀请你做一件事，如果你愿意，我们把那个动作停下来，我们对当年的那个小孩说，我看见你了。你对那个躲在门后的，或者蹲在河边的，或者一个人走夜路回家的孩子说，我看见你了，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你当年已经做了你能做的最好的事，你已经够好了，剩下的路让我来陪你走。这不是矫情，这不是心理咨询里才有的仪式感，这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灵魂的仁慈。你知道吗？我们心里那些受伤的部分真的像一个孩子，他等了很多年，等一个人来牵他的手。你如果不回头牵他，他会一直站在那个旧地方，他会被冻住，你的情绪也会一直停在那一年。所以我们要回头，我们要和解。我们和解不是为了原谅任何人，我们和解是为了放过自己。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默多先生在书里给了我们3条路，他们都不难，但需要你愿意为自己迈出第一步。第一条路，正视内心的伤，与过去的痛苦和解。你要允许自己承认那些事情真的发生过，你要允许自己说出那句话，那件事真的伤害了我，那句话真的很疼，那个期待真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很多人的问题不是记性太好，而是从来没有人允许他们说一句我好疼。你想想看，从小到大，当你表达委屈的时候，你听到的是什么？是你不该这么想，是你怎么这么玻璃心，是父母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是你看别人家的孩子都好好的，就你有事。在这样的回答里，你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我的感受不重要，我的痛是多余的。于是你就把所有的委屈都咽下去，你把它沉到胃里，沉到心里，沉到身体最深的那个角落。你以为咽下去就没事了，可是孩子，咽下去的东西不会消失，它就沉在那里，像一块小石头沉在湖底。湖面看上去很平静，可是湖底全是石头。你身体的疲惫，你情绪的波动，你莫名其妙的想哭，你突然的愤怒，你夜里那些光怪陆离的梦，其实都是那些石头在翻动。所以请你尝试在一个安全的只有你自己的夜晚，把这些石头一块一块打捞上来。你可以对着镜子，你可以对着枕头，你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备忘录，写一封信，写给当年的自己。
你说，妈妈，你那天说的那句话，我一直记得，我没有一天忘记过。我一直以为是我不好，现在我知道了，我是好孩子，我只是等一句肯定，等了太久。你说，爸爸，我真的很想被你看到。我拼命努力，拿奖学金，找好工作，买房子，我只是想让你像夸别人家孩子那样夸我一次。你说，小时候的那个我，对不起，让你一个人扛了那么久。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写出来不等于立刻原谅，说出来不等于伤口马上愈合。没关系，我们不要急，伤口见了光才能好，被看见了才开始愈合，这就是和解的开始。第二条路，划清情感的界限，摆脱原生家庭的无形束缚。很多人一听到划界限就觉得，这是不是太冷血了？是不是不孝？是不是要跟家人决裂？不是的，完全不是的。划清界限的意思是，我依然爱你，但我不再让你用爱来控制我。我依然尊重你，但我不再用我的整个人生来满足你的期待。你要明白，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孩子了，你有了自己的判断力，你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你有了选择的权利。你完全可以说，这件事是我的事，我自己决定。你也可以说，那是你的情绪，我不再替你消化。有人说，家里人嘛，跟他们划界限多生分，可是你回头看看，正是因为没有界限，你才被伤得那么深。正是因为有求必应，你才被榨干了能量。正是因为你从来不敢说不，他们才理所当然的把你的付出当作默认。划清界限，就像给河流修堤岸，没有堤岸的河水看似自由，其实泛滥成灾。有了堤岸，河水才能安然流向大海。你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一个没有边界的人，像一个没有门槛的门，谁都可以进来，谁都不把它当回事。你总是答应，你总是让步，你总是说行，可以，没问题。可是你心里明明在滴血，你明明不想去那场饭局，你明明不想借那笔钱，你明明不想过年回家，你明明不想听那些让你难受的话，可是你又答应了。然后呢，你后悔，你生自己的气，你觉得自己好没用，你陷入那种熟悉的自我攻击里。所以请你试着改变，哪怕只在小事上改变。比如妈妈又催你结婚，你不要再沉默，你也不要再争吵。你可以温和地说，妈妈，我知道你担心我，这件事我自己有打算，我向你保证，我会好好生活，你也希望我过得好，对吧？比如爸爸又说你的工作不稳定，你可以平静地说，谢谢爸爸关心，这份工作是我自己选的，我很喜欢，我会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就是这样的语气，不辩解，不证明，不吵架，不冷战，只是温柔，只是平静，只是把方向盘握回自己手里。一开始他们可能会不适，会说你翅膀硬了，会说你不听话了，会说你变了。你要知道，这是正常的。一个总是听话的人忽然开始有边界，身边的系统一定会震荡。但这震荡不代表你错了，只代表你以前被推得太远了，你只是在慢慢的把自己推回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不占别人的地方，这个位置只是属于你，你不需要为此道歉。第三条路，接手养育自己的责任，用你喜欢的方式重养一遍小时候的自己。你知道吗？我们长大之后最治愈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成为自己的父母。小时候也许父母没有能力给你足够的爱，也许他们自己也活在匮乏里，也许他们心里也住着一个没被好好对待的孩子。他们给不出来的东西，不是因为你不好，是因为他们
也没有。但现在你长大了，你有了能力，你有了资源，你有了选择，你可以把小时候那个渴望一个一个亲手喂饱小时候没有吃到的那颗糖，现在去买给自己吃。小时候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穿裙子，现在给自己买很好看很喜欢的裙子。小时候想要报的画画班、舞蹈班、乐器班，书里说那是浪费钱，现在可以重新去学，不为了考级，不为了表演，只是因为喜欢。小时候渴望的那个拥抱，现在你学会了双手环抱住自己。你可以对自己说，别怕，我在。你可以每周给自己安排一次约会，带自己去一家喜欢的餐厅，慢慢吃一顿饭，不用陪任何人的聊天，陪自己去看一场晚霞，看太阳慢慢落下去，天空变成橘红色，风轻轻吹过脸颊，给自己买一束花放在床头，醒来的时候闻到花香，对自己说，你今天辛苦了，我很满意你。你知道吗？这些事情看上去很小，可是它们很重要，因为每一次你这样做，你都在对那个内在的小孩说，你看，我在乎你，你值得，你不必考第一，也值得这顿饭，你不必优秀，也值得这束花，你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值得被温柔对待。这就是重新养育，用你喜欢的方式，用你希望被爱的方式，一点一点把那个小孩重新养一遍。你会发现，你心里那个空洞开始慢慢变小，那座潮湿的房子开始慢慢长出植物，阳光开始能照进来了。你不再那么急切的需要外界的认可，你开始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你开始信任自己的判断，你开始能在一群人里安安静静地坐着，不觉得需要说什么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你开始能对不喜欢的事说不，你开始能对喜欢的事说好，你开始真正的住进自己的人生里。我想在这里和你澄清几个常见的误解。第一个误解，爱自己就是自私。很多人不敢爱自己，是因为从小到大都被灌输一种观念，你要懂事，你要为别人着想，你要先人后己。所以当他们第一次听到爱自己，心里会有一种罪恶感，他们觉得，如果我为自己考虑，那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可是我想请你看看那些真正爱自己的人，你观察他们的眼神，他们不慌张，他们不讨好，他们不急于证明自己，他们反而很温和，他们反而有满满的给予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只有自己满了，爱才会从杯子里溢出来，流向别人。如果你自己是枯井，你怎么给得出水呢？你拼了命的给出来的也不是甘甜的水，而是疲惫，是委屈，是抱怨。你自己都不快乐，你怎么让身边的人快乐呢？所以爱自己不是让你不再爱别人，爱自己恰恰是为了让你有能力用更饱满的状态去爱你在乎的人。这不是自私，这是可持续自我修复，是把空杯先灌满，然后你自然有多的可以分享。第二个误解，建立边界就是推开所有人。不是的，建立边界恰恰是为了让关系变得健康。没有边界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呢？是你退一步，他进一步，是你忍一忍，他再捅一捅，是你每次都告诉自己再忍忍，为了这个家，为了这段关系。可是你得到的是什么呢？是你越忍越被无视，是你越卑微越不被珍惜，是你把自己放得越低，别人就越习惯踩着你。有边界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呢？是我的房子有门，我愿意为你开门，欢迎你，请你进来喝杯茶，但你不可以拆我的屋顶，翻我的抽屉，在半夜的时候闯进来，拿走我的呼吸。边界不是墙，不是砌起来，
把你隔在外面。边界是门，门的作用是清楚的，它让对的人可以进来，让不对的东西留在外面。这不叫冷漠，这叫清晰。而清晰是成年人之间最温柔的善意。你在家庭里，在职场里，在亲密关系里，都可以试着立起这门。你会惊讶地发现，当你变得有边界，那些真正爱你的人反而松了口气，因为不必再猜测你的情绪，不必再担心哪句话说错了。你对自己诚实了，别人也就不用在你面前感到紧张了。你看，这就是边界的力量。它不是把人推开，它是让关系终于走上了健康的路。说到关系，我想再说一说你和自己的关系。你知道吗？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一段关系，往往被我们忽视了。不是和父母的关系，不是和伴侣的关系，不是和孩子的关系，是你和自己的关系，是你每天和那个住在心里的小孩的关系。你是他的敌人，还是他的朋友？你每天对他说的那些话，是温暖的，还是苛刻的？你回想一下，这一天，你对自己说了多少句负面的话？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又没做好？你不能休息，你不配休息，你比别人差远了，你再不努力就完了。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每天都这样对你说，你早就跟他绝交了。可是你对自己说了几十年，你没有离开，你一直听着，你一直承受着。所以，今晚我想邀请你做一个小小的实验，把那个声音换掉。今晚睡觉前，你把手放在胸口，感受那颗心扑通扑通地跳。它为你跳了多少年了？不管你有没有成功，不管你有没有被爱，它都一直在跳，它没有停过。它很爱你，你知道吗？然后你轻轻对它说，谢谢你，谢谢你，撑了这么久，对不起，我总是责怪你，以后我会学着好好照顾你，好吗？就这样，这就是你在重新养育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在那个最安静的时刻，你选择站在自己这边。我们再回来看那本书，默多先生写作自己的光，书名已经说出了所有的答案，不是成为多么耀眼的人，不是取得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不是让所有人都为你鼓掌，做自己的光，是哪怕没有人看见你，你也愿意为自己点亮一盏灯。做自己的光，是你跌倒之后，没有人在旁边说没关系，你也愿意爬起来，拍拍膝盖，对自己说，没关系，我接住你。做自己的光，是停止向外索求认同，是告诉你自己，我的价值不需要别人签发，我的存在本身就是礼物。我们这一生会受很多伤，原生家庭给我们的印记不会在一夜之间完全消失。某些瞬间，那阵熟悉的风还是会吹过来，某句熟悉的话还是会让你心里一紧，某个相似的场景还是会让你退回到那个孩子的状态。这都没关系，这不是失败，这只说明那段经历确实发生过，那些感受确实存在过。我们不需要假装它不存在，我们只需要知道，现在的你和当年的那个孩子不一样了。现在的你有选择，现在的你有力量，现在的你带着今天听到的这些温柔，可以走回那座潮湿的房子，打开那扇窗，让风进来，让光进来。你可以对自己说，起点由别人决定，但终点由我来定。我不需要借谁的光，我要成为我自己的太阳。今晚的静夜书画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不知道坐在耳机对面的你现在是什么心情？也许你想哭，也许你感到平静，也许你有一点点释然，也许你还在怀疑，这些真的有用吗？我想对你说，不需要急着给答案。你走了很长的路来到这里，所以也可以慢一点，允许改变慢慢发生。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不管此刻的你在哪里，
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不管那座房子住了多少年，你都是那个值得被爱的小孩。你已经是那个能够爱自己的人。天上没有星星的时候，你可以做自己的照明。这世间所有的路都比不过一条通向自己的路，而那本书，那本做自己的光，它只是提醒你，你本来就是光。祝你今晚睡个好觉，祝你在梦里回到那个小时候的自己身边，牵起他的手，告诉他，你看，你长大了，你过得还不错，你没有辜负他，他也没有辜负你。那么请记得订阅我们的栏目静夜书画，每个夜晚为你打开一本书，陪你走过一段路。我们下一本书再见，晚安，好梦。